就你懂不懂？我费尽心机隐藏在这些死囚当中，就是为了进入灵牙塔，为我娘找到解药。是不是灵牙塔的所在极为隐秘？灵牙塔共分8层，每层都分别由一名雀蛇领着一众哑仆看守。雀蛇负责开设生死局，专使女囚们相互厮杀，为上流权贵提供赌盘权，草菅人命，丧尽天良。为了我娘，这吃人的牢笼一定要闯一闯。饭来了！这怎么吃啊？全都馊了！什么意思啊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他是哑仆，不会说话。他的意思是说，轮到咱们这儿就剩这些了。什么叫轮到咱们这只有这些了？为什么？这儿的饭菜是从上往下开始分配的，越是上面的人呢，就越是先挑。这怎么才能去到上层啊？这灵牙塔呀，每一层都有一个生死局，这塔里的囚徒都可以以命相搏。你若是赢了，便可以往上去一层；若是能闯到塔顶，说不定还能重获自由。可你若是输了，那便是连命都没有喽。赌命？若我想参加这生死局，该怎么做？那你得有本事先见到雀蛇呀。怎么样才能见到雀蛇？除非你寻死。没事吧？在灵牙塔，自杀是大忌，没人告诉过你吗？说吧，有什么阴谋？我要参加生死局。好久没有见过这么不要命的人了。既然想找死，那就如你所愿。去禀告塔主，底层要开生死局。不能拿！谁拿了，谁就要参加生死局。生死局！与其被饿死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对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对，比起饿死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哎呀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！哎呀！诸位，今晚底层新增一局，不知道诸位可否还有雅兴啊？这次要开的是什么局啊？对呀，怎么玩啊？到底来了多少女囚啊？欢迎诸位来到八卦生死局，石响五为限，只有找到生门的人才能活着走出这里，去往上一层。
生死局开始。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哑图呢。你找到？姐姐，是我。我刚刚一路走来，死了好多人啊！这古圣龙洞天堂也太吓人了吧！这是2响谷了，10响谷之前如果没有找到出路的话，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什么？姐姐，姐姐，我不想死。走这边。出口。这门是假的。假的。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6响谷了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得赶紧找到真的出口。好，走走。怎么样？几位贵客选的人都还满意吧？压了5人，折了4口，真悲情。多玩几次，就能够找到窍门了。什么时候去啊？纸条。
扇门，刚才我们已经验了6扇。据我推测，生门应该就在前和对这2个方向之中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必须分头行动，这样才会有活下来的机会。这样，这扇门交给你，我去那边。来，拿着，好好保护好自己。为何擅自闯塔？我不是让你安心等我照顾好你娘吗？等不了，我娘病情突然恶化，大夫说若是再找不到解药，恐怕撑不过这个月了。灵牙塔非死罪之人不能进，你是如何混进来的？新建状元郎被歌手弃尸城外，凶手至今未获，我就去官府自首，顶下了罪名。胡闹！你是顶罪，这塔中之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，其中危险你可知？我知道，你说过的，进了灵牙塔九死一生。解药我会尽快找到，我也会想办法把你送出去。可我都已经进来了。8响鼓，香马上要烧完了，快走！出口就在那个巷子，插入钥匙就能打开出口，通过生死局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快杀了他！快动手！我就带了1根，再用还得先拔出来。接着，我刀娘从不用刀，笨重无用，就跟男人一样。多谢相助，我不是来帮你们的，纯粹是因为出口的钥匙被这丫头拿走了。姐姐，我刚在巷子里找到的钥匙就被他们发现了。钥匙，九香果，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以为你跟我们是一起的呢。你们不知道吗？只有1个人能活着从这出去。是只能换一个，但明显不是看的那个。
来3个，是不是有点犯规矩了？规矩？灵牙塔哪来那么多规矩？既然3个人都出来了，理应都作数。哎，那3个都作数，那赌钱怎么算呢？2位各押中1人，赌金由2位平分。平分，这倒是高兴。若是3个人再杀一场，你押的那个江满肯定赢不了。那你想怎么着？难不成真再来一场？那必须再来一场。凭什么？我押中了，我也押中了。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啊！我有个提，那几个女子都是如花似玉的美眷，说2位贵客不嫌弃，不如下去好好享用一番，岂不美哉？就让刚才那个身手不错的来陪我。武舅在。刚才的话都听到了吧？赶快去安排。是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姐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味道？你们不应该打他们的主意。处理好了，连同2名随从也一同销毁了。唉，都怪他自己狂妄自大，竟不知道自己得罪的是什么人。可他毕竟是我们的客人，要是有人追究起来，放心吧，要他命的人自会处理。今晚的生死局，中途你去哪儿了？我看生死局要破，便打算亲自下场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，不慎让他们3人侥幸通过。无妨，就算逃过这一层，早晚也是个死。不过无咎啊，我得提醒你，若是让我知道了是你坏了灵牙塔的规矩，我绝不姑息。乐子也看了，臭虫也杀了，把他们3个送上去。是。这是你的吗？
谁让你弄的？不是，不知道是你的呀，我顺手就捡起来了。再敢碰我的东西，把你手剁了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这人讲不讲理啊？他刚才明明是好心，不需要。你们俩能不能别在这假惺惺的了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灵牙塔，自己是什么人？怎么进来的？心里没点数吗？在这个地方，要么生，要么死，别跟我玩什么姐妹情深、阴谋诡计那一套。是，这塔里是没有好人，都是虎狼。但是多个帮手总好过多个敌人吧？没准你哪天死的时候，还有人替你收尸呢。你还真善良啊！非礼勿言。我是这里的雀蛇，秦玉人，你们可以叫我秦先生。你娘中的是灵牙塔的毒，我只能暂时控制毒素蔓延。师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引路戟。欢迎3位来到灵牙塔第2层生死局。生死局？这么快就开始了？我们这幽灵学堂以考试作为生死局，成绩优异者可升去上层，其余失败者，只要愿意继续做我的学生，便可一直留在此处。这么听上去，岂不是比下层强了上千百倍呢？哇，这么好啊！哎，我们不如就留在这里吧，也不用去参加什么生死局了。要留你自己留吧，这么多的书，看得人头都大了。若留在这里，不参加生死局，也不上这些课，该如何处置？总也学不好，肯定是坏学生。这么来之不易的机会都不懂得珍惜，那就只有杀掉了。这兔子肉是我娘特地给你做的，我能拜你为师吗？我也喜欢吃兔子肉，你能教我抓吗？你看我编的也还好吧？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教我呀？我什么时候答应收你为徒了？看在我帮你梳头的份上，师傅考虑一下呗。没收过徒弟，不曾回教。我也没拜过师呀，咱们相互照应呗。考虑一下。那我就当你答应啦。咱们拉钩作证，不许耍赖。你可是这一身本领，意味着多少的苦痛。师傅，你看。看什么？江门，有些人呢，就是口是心非，嘴上说的那么绝，腿倒是挺老实。画得真妙啊！哇，这人也太多了吧！这些人虽有说有笑，
但为何让人感觉不到一点生气？我下在这里了。好奇。谁呀？谁扔的球？长没长眼啊？你扔的？没看到我人在这儿吗？眼瞎了？哎，跟你说话呢！哎，撞到人了，应该赔不是。对不起呀。没关系。师者言：若当认错，须感同身受，知其所苦。学有所言即是。谢谢。上课了，快走吧。不是，这都什么呀？有病吧？见过先生。诸位请落座。诸位，再有几日，我们正好又将迎来一次考试。好个屁！一来就是考试。课堂之上，不可擅自言语，目无师长。你怎么能随意杀人？他本就是死囚，死有余辜。幽灵书院接纳你们，是为了帮你们清洗掉身上的罪孽。方才这下，就当是他命不好，替你受了罚。念你出来，为师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如若再犯，绝不姑息。诸位都是获罪之人，获罪之因由追根溯源，皆情欲人竟如此诡谲狠厉。故本书院要做的，就是教会你们何为女子应尊之礼。本次考核科目为策论，3人为一组，虽是各自完成考试，总分最优者重赏，最差者重罚。组队意愿考试时填写即可。好了，现在开始上课，请打开女镜。女有4行：一曰妇德，2曰妇言，3曰妇容，4曰妇功。夫云妇德，须才女一决意。妇言，须辩口立辞。妇容则是要时刻注意女诫我看过，跟这截然相反。妇功原书是让女子谨小慎微，可他这书却是让女子大胆张扬。这个书院，这个情欲人，到底是想要做什么？这食物也没比第一层多多少，人还多了这么多，咱们能吃饱吗？一天就吃1顿，能吃饱就怪了。老娘要出去，我得使劲往上爬才行。
美娘子，你们是刚来的，对不对？刚从1层上来的，对不对？你俩有事儿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刚来不久，没比你们早几天。然后呢？大家同为新人，理应互帮互助。你不觉得这些人看起来都特别奇怪吗？看起来特别不聪明的样子。若是我们合作，考试岂不信手拈来？抱歉，来晚一步。我们仨满额了。那也可以互帮互助啊，没准儿会发现有的人更好合作，而有的人应当舍弃。帮手未必是越多越好，手太多了反而容易添乱。我这个人最是怕生，所以特别不喜欢装熟的。我们走。好。哎，别离我这么近啊！最烦你们这种没事搂搂抱抱的。这哪儿来的？上一轮考试我考第2，我考第3，先生赏的。加入我们，好吃的少不了。怎么了，阿蛮？姐姐，要不你们还是换个人组队，我这样肯定会拖累你们的。这是灵牙塔的生死局，肯定不同于寻常考试。若真是考那些诗书礼乐，那个刀娘不是更靠不住？说得对。哎，姐姐，那你不如就找那2姐妹组队好了。那2人虽说看着是比其他人要正常一些，但我绝对不会和他们合作的。为什么？直觉，那2人绝非善类。怎么？难道你想留在这儿？倒也不是，就是怕成为你的累赘嘛。别老想着否定自己，我们说过的，要一起闯出去。哎，阿蛮，你到底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呀？像你这样可爱的姑娘，能犯什么重罪啊？姐姐，你真的要知道吗？你若不想说就算了，没事没事。我先回去准备了。那明天的考试我会努力的。胡闹！你是顶罪，这塔中之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，其中危险你可知？我知道，你说过的。进了灵牙塔，九死一生。师父说的对，此处皆是犯过重罪之人，最好还是要找到机会搞清楚他们的身世，知己知彼，方可进退有度。
书院有规，亥时之后，学子不可踏出学舍半步，违者严惩。走，跟我去见先生。这是什么？此乃毒腺，会岩壁扩散至肩部，一旦毒腺蔓延到脖颈，侵入后脑，将回天乏术。我娘不是已经没事了吗？怎么还没醒啊？你娘体内的毒素已被我暂时压制，但想让她彻底痊愈，完全苏醒过来，还得找到解药才行。胭脂，莫要再追了。师傅，他们先随我来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在，你又开始胡闹了。我怀疑这一层，你好好听我的话，老老实实在这一层待着，找解药的事交给我。我怀疑这一层跟我娘的解药有关。方才我在那个学子身上发现了跟我娘相同的毒腺。你是不是也查到了什么？秦玉人心思缜密，你这样贸然行事，难免会在他身上吃亏。你知不知？师傅，那你出现在这儿，如果被塔主知道了，你岂不是也很危险？无妨，我正好有要事在身。最近从2层往3层去的人是越来越少，而且2层的生死局也是越来越无聊。照这么下去，必定会引起宾客们的不满。塔主的意思是想整治幽灵书院。自从2层交给秦玉人打理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过问过。若不是他能为我配出这些烟膏，我岂能容忍他的胡作非为？那秦玉人一向恃才傲物，恐怕不会那么轻易屈服。在幽灵书院待久了，还真把自己当先生了。那塔主的意思是，若那个秦玉人再这么不懂事，就让他变得和那些学子一样吧。这第2层的书院，难道说是给他们试药的？没错。那我娘所中之毒，应是早期试验之毒。现在看来，应该能在秦玉人身上找到线索。好，太好了，我娘有救了。走，我们这就去找秦玉人。你这样做容易打草惊蛇，而且灵牙塔戒备森严，一旦惊动了塔主，我们将前功尽弃。明日你照常参加考试，我自然有办法帮你。其他的事我来做。师傅。我要为我爹娘报仇。师傅，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说他没有杀你？看见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是说他带你来的？那看来他就是让你看着我，
让我不要贸然行事。七，你的名字？那我以后叫你阿七。明天的考题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他让你带给我的。选夫论。在世人眼中，女子成人之后，终身大事便是选夫。我已教授诸位许多关于女子的遵循之法与处世之道，就请你们依据以往所学，就选夫这一命题做出论述。考试时间1个时辰为限，除非交卷，不得离开考场。开始答题吧。1个时辰内，所有人都会待在此处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。这么多字，抽完就该交卷了，我哪还有时间探查？他在干嘛？交白卷吗？这也太不靠谱了！慢着，怎么了，先生？我不是才说了吗？考试时间内不得离开考场。先生，我已经答完了。你确定这就交卷？我已经答完了，不能交卷吗？你可知不认真对待考试之人，会有什么下场？我认真对待了。针对此题，我想写的、能写的，都已在纸上。若我没有漏听漏看，先生应是没有规定字数吧？你可想好了，离开这个考场，如若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谢谢先生提醒。这个是真指望不上。我都已经出来了，我就断然不会再回去的。你若是再发出声响，那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呢。哎，我有数。走。昨夜一靠近这里便被阻拦，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看来下面另有乾坤，我下去看看，你帮我望风。哎，没事。
看来他真的很迷恋为人师表。师傅，我不喜欢你骗我，你能不能让我安心一点？师傅，事已至此，要么你就带着我，让我在你眼皮底下行动，要么你就事事逼着我，让我自行试错。反正大不了就是一死。你敢威胁我？师傅。师傅，这是毒腺已经侵入后脑，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解药，我娘的解药！我已经查过了，解药不在这里。你看这儿，这些难道是？没错，考出不同的名次，吃不同的药。怪不得有的人没有意识，但有的人已经像木偶一样，他们拿人当试验品，这层血子全部变成了他们的药人。正因如此，灵牙塔才能靠着这些药控制那些所谓的权贵。此药可致人出现幻觉，身处其乐之境，欲仙欲死。一旦尝试，便会迷上那种感觉。给魁首吃这个，算什么奖励？这些药虽让人上瘾，但好歹还有些神智。其他药更神。若全都是傀儡木偶，他怕是过不了教书育人的瘾。所以他让考得好的学生留有神智，至于那些差生，就沦为玩物，任他摆布。我明白了，秦玉人就是靠铃声操纵那些傀儡的。或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。暂且先不提秦玉人的事，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在考试吗？我考完了呀，这才多会儿功夫呀！我给你的那些文章，就算是熟练的代笔先生，也得抄很久。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来？我就写了一句话。一句话？嗯。那秦玉人向来看重学堂秩序，你这般行为轻佻，轻视他的威仪，简直就是把他的脸踏进泥里。师傅，你放心吧，我可是有在好好答题的。他让我们就选夫一题做出论述，我最想说的话就是那句：宁可抱香枝上老，不随黄叶舞秋风。世人皆云，选夫为女子一生中最大之事，嫁作人妇为女子一生中唯一可行之道。我却不觉，我偏要另行其事，离经叛道。选夫，我偏不。他还挺有趣。如果不是在灵牙塔相遇，说不定你们会惺惺相惜，秉烛夜谈。那个秦玉人如此孤傲冷血，我才不愿跟他多说一句。其实秦玉人并非大奸大恶之人，只因为情所累，后来横遭变故，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师傅，这么说，你知道他的身世？哎，这次考得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姐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正四处寻你呢。怎么办呀？刀姐姐好像真的决定跟那两姐妹组队了。那我们没事的，放心。放榜。我又是第2，我又是第3。姐姐，你是第1名，榜首竟然是你！你好厉害呀，姐姐！光他厉害有什么用啊？架不住还有一个拖后腿的。我考了倒数第1，不是你的问题。若是先生喜欢我的答卷，定是不想要常规解法。
可是本来我们总能拿第1的，就是因为我的分数那么低，才拖了大家的后腿。你看，刀娘考的不是挺好吗？那是，我们刀娘考的可真好，我们3个定会是此次魁首。刀姐姐，你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你们2个，你不能要死啊！他那提前交卷，那能怪我吗？想必诸位学子都有知晓自己的成绩。下面我将公布分组后的最终排名。此次共有20名考生参与考试，无法进分3人，所以会有2名学子被剩下了，总分上会有些吃亏。但好在他俩成绩够高，不至于排到末尾。白小慧、白小英，那2位被剩下的是你们。别这么看着我啊！最烦你们这种自以为是的。我们3个是一起上来的，自然是一组了。你怎么会有明天考试的题目？这个你不用管，放心考就行了。你想让我帮你干什么？别无所求，我们不是一起上来的吗？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那你怎么不把这个考题给江蛮呢？江蛮他底子差，如果忽然考得很好，一定会引起秦玉人的怀疑。我知道，你对这里的人处处提防。不过只要你还把我当作同伴，我就一定休戚与共，推诚相待。你怎么能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呢？真是不知羞耻，犹如斯文！哎，我可什么都没答应过你们啊！我说过了，让你们离我远点，是你们自己一直一厢情愿的。好了，分组已定，多说无益。下面我将公布此次考试的魁首，让我们祝贺这3位。且慢，先生，我方才猛然想起，我好像有一处错漏。什么错漏？我的考卷没写名字，所以此次成绩不能作数。南芝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是啊，姐姐。你这是将我这幽灵书院的考试视作儿戏。先生，正是因为本学子重视考试，所以才会主动承认。不过这书院本就不是真的书院，先生也不是真的先生，或许这种错漏也无伤大雅吧。很好，为了奖励你的诚实，我就如你所愿。来人，此人态度不端，成绩作废。你们干什么？把他们3给我带下去！你们干嘛？求求你，别杀我！南言之，如此心软，还想报仇？师父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就去把他杀了。言之，不必了，你本性太过善良，不适合去灵牙塔。可是师父，我娘中了灵牙塔的毒，我必须拿到解药。